北溪管道被炸，真相大白，乌克兰7人组玩命完成任务。德国查明真相，隐而不发，正是将自己与乌克兰绑定。抗俄是整个欧洲的意志。冯德莱恩走错棋，与川普签下100年屈辱条约。15%的关税说变就变，欧洲疲软，继续新的政策，谁会在此时力挽狂澜？真相究竟如何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北溪被炸，真相大白，乌克兰7人组孤注一掷，在近100米深的水下，对俄欧能源大动脉完成了致命一击。2022年9月，波罗的海深处传来了沉闷的爆炸声，北溪1和北溪2两条连接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大动脉被炸毁。3年来，这起震惊世界的海底谋杀案凶手成谜，如今真相的面纱终于被揭开。德国司法当局确认，作案团伙的核心成员均为乌克兰人，其中行动负责人谢尔盖 K 已于近日在意大利被捕。事后调查揭示，这并非天灾，而是一场由7名乌克兰人精心策划的深海斩首行动。这是由1名来自奥德萨的竞技船长、1名行动负责人、1名爆破专家和4名顶尖潜水员组成的破坏小组，租用了一艘15米长的帆船仙女座号，从德国罗斯托克港出发，驶向丹麦伯恩霍尔姆岛海域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潜水员瓦莱里亚·基尔尼昭娃，她曾创下了乌克兰女子104米深潜纪录，远超北溪管道的80米的铺设深度。正是她在风浪大作、行动濒临放弃时，以必须孤注一掷说服了同伴。最终4名潜水员潜入深海，把4枚重14至27公斤的定时炸弹精准地绑在了北溪1和北溪2管道的不入处。4天后，3条输气管道同时炸裂，喷涌的天然气形成了直径1公里的漩涡。德国司法当局现已确认，该团伙使用假名乌克兰护照，经波兰前往德国，其中1人甚至乘坐乌克兰驻波兰武官的车辆逃离。行动负责人谢尔盖 K 更持有2本护照，其身份极可能为乌克兰情报人员。然而，面对铁证，德国政府的反应却令人匪夷所思。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被问及此案时，竟以等待最终调查结果为由搪塞。这显然不是不知情，而是一种刻意的沉默。这种装聋作哑的姿态源于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北溪管道的毁灭虽然重创了德国经济，但同时也永久性地斩断了俄罗斯以能源作为其战略筹码的能力。尽管北溪管道是德俄合作的产物，但它的存在早已成为欧洲，尤其是德国自身安全的致命软肋。在俄乌战争爆发前，德国近1半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供应，这种能源依赖使得德国在面对俄罗斯时投鼠忌器，无法采取强硬立场。北溪管道是德国与俄罗斯之间最具象征性的能源通道，旨在绕过坚决反俄的波罗的海3国，通过波罗的海向德国输送大量天然气。当年的德国试图通过修建北溪，在保证俄罗斯与乌克兰、波罗的海3国翻脸时，仍能拿到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，是德国当年选择的战略投机。而当2022年2月战争爆发后，德国的绥靖政策饱受诟病，其根源正是这根深蒂固的能源依赖。但最终俄方也在当年夏季中断了北溪1输气，而北溪2则从未投入运营。因此2022年9月北溪管道的毁灭对德国而言是一场壮士断腕式的剧痛，但也是一次破茧重生的契机。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永久性地终结了俄罗斯以能源为首的战略筹码，迫使德国和整个欧洲加速能源转型，走向真正的战略自主。德国的沉默并非对盟友破坏行为的纵容，而是对这一壮士断腕式战略成果的默认与保护。毕竟一旦公开追责，整个西方挺乌抗俄的道德叙事将崩塌，德国自身也将陷入政治和道德的双重危机。正因如此，德国选择了一条向前看的道路，他将北溪事件视为战争背景下的特殊行动，并将其后果归咎于俄罗斯。为了证明自己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，德国必须将支持乌克兰进行到底。最近，德国宣布未来几年保持每年向乌克兰提供90亿欧元的援助。德国重装旅永久驻扎立陶宛，总理莫斯甚至暗示可能出兵。这一系列举动是在向世界宣告，德国已经将自身命运与乌克兰的存亡捆绑在一起。他挺的不仅是乌克兰，更是自己用北溪之痛换来的一个摆脱俄罗斯天然气的新欧洲秩序。爱沙尼亚外长查赫克纳的呼吁，我们必须结束从俄罗斯进口能源，正是欧洲共同意志的体现。德国的立场是整个欧洲的选择，安全高于经济利益，团结高于道德困境。这场博弈充满争议，但德国和欧洲已别无选择。
冯德莱恩代表欧盟对川普签下的不平等条约将给欧盟带来100年屈辱。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的欧洲版近日发表评论文章，感叹本轮美欧关税谈判的过程与结果，让欧洲切身体感知到欧洲的100年屈辱才刚刚开始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8月飞到了位于苏格兰的川普高尔夫度假村，与川普签下了一份极度不平等的协议，同意向美国商品完全开放市场，并接受15%的关税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份协议并没有换来美欧关系的稳定。协议刚签完没几天，川普就威胁说，如果欧盟的数字监管政策不改变，美国就会切断关键芯片出口，并追加新的关税。这让人联想到当年英帝国对清朝的做法，自己在关键领域掌握着绝对优势，然后不断逼迫对方做出让步，签下一个又一个城下之盟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甚至把这个新体系叫做特恩伯里体系，和2战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提并论，暗示这是一个新的国际秩序，由美国来设定规则。川普之所以敢如此咄咄逼人，是因为美国手里握着2张王牌，军事和科技，就像当年的英国手里握着最先进的火炮和蒸汽舰一样，落后就要挨打。欧盟也是如此，在军事上，冷战结束以后，欧洲很多国家大幅削减军费，认为美国会一直提供安全保障，结果就是现在俄乌冲突爆发，欧洲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。如果没有美国的核保护伞和武器援助，欧洲根本不敢直面俄罗斯。在科技上，欧洲在关键技术领域全面落后，芯片依赖美国、日本以及台湾地区， AI、量子、云计算这些新兴领域也远远落后中美之后。川普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他可以用叫停芯片出口来威胁欧盟。另外，在经济上，欧盟单一市场虽然规模大，但整合不够彻底，资本市场分散，投资不足，加上过去3年能源价格居高不下，导致欧洲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下降。正如一位欧洲高级贸易官员所言，川普首次执政时，我们就得到过类似的警告，但后来我们又对此变得麻木，现在终于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。冯德莱恩与川普签署的这份贸易协议不仅条件不平衡，而且细节模糊。协议中很多空白条款，比如钢铁和铝的配额制度，一些行业的豁免权，以及欧洲承诺在美投资6000亿美元的计划都没有清晰的执行机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川普可以随时找理由说欧洲没有履约，然后以此为借口进一步加征关税。8月初，有记者问川普，如果欧盟未能兑现承诺，6000亿美元对美投资，到时候会发生什么？对此，川普冷冷地回答道，那么他们届时将要支付35%的关税。这就像是把绳子套在欧盟脖子上，美国手里握着另一端，什么时候想勒紧，似乎完全取决于川普的心情。欧盟如今毫无疑问正处于一个地缘政治的弱势时期，欧盟要么抓住这次危机痛定思痛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外交进行全方位的深刻改革，重新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中心，要么继续被夹在中美俄之间，沦为大国博弈的战场。如果继续对现状不为所动，固步自封，那么等待欧盟的就是继续一步步被蚕食、被羞辱。冯德莱恩和欧盟现在面对的挑战不仅仅是一个15%的关税，而是欧洲能不能保住自己作为一个大国集团的地位。如果继续在安全、经济等领域依赖他人，历史可能真的会重演。有一说一，欧盟现在开始行动虽然有些晚了，但至少还有一些机会来挽回格局，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。如果继续犹豫下去，欧洲可能真的会错过最后的战略窗口期。换句话说现在已经不再是考虑要不要做的时候了，而是必须要尽快决定怎么做。好了，新闻就说到这儿吧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